世界上真的有看不到的生物存在吗？你见过世界上会隐形的动物吗？你敢相信吗？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，除了那些我们一眼就能看到的大型动物，其实还有一些伪装手段非常高超的生物存在。这些动物拥有独特的身体构造，在自然界，它们几乎可以完美的和大自然融为一体。即便它们就在我们眼前，如果不去仔细观察，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。今天这期视频，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罕见的10种隐形动物，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伪装高手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土，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，给黑土个霸气鼓励，谢谢。好，第10个，柳叶鳗。一眼看上去，这个家伙就像是穿了隐身衣，他们的身体几乎是完全透明的状态。如果不仔细看，我们甚至都很难发现他们的内脏以及骨架。再加上他们通常都生活在海下100多米深，在这个深度内，光线暗淡，如果没有照明设备，即便这种柳叶鳗就从我们的眼前游过，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柳叶鳗几乎就是一个隐形的状态。这种柳叶鳗实际上就是一种远洋鳗鱼，也就是鳗鱼的一种。这种透明状的鳗鱼其实只是柳叶鳗的幼虫，也就是还未成熟的柳叶鳗。它们的身体内含有透明的果冻状物质，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肌肉和可见的肌瘤。它们的内脏以及身体器官很小，大多都集中在身体中间的那一根细小的肠道管上。再加上这个家伙的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红细胞，这才会使得它们看上去就犹如隐形的状态一样。不过这种柳叶鳗也并不会终生是透明的，随着它们长大成熟，它们的这种透明状身体就会逐渐的转变为不透明的状态。好，第9个，竹节虫。竹节虫可谓是丛林当中伪装技术最强的昆虫之一了。这个家伙的外表看上去简直就与普通的树枝无异。如果我们从未了解过这个家伙，很多人可能这一辈子都很难亲眼发现它们。竹节虫这种以假乱真的本领，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拟态。这个家伙的身体颜色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变化，它们可以根据光线、湿度、温度的差异改变体色，让自己可以完美的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从而起到迷惑其他捕食者的作用，来防止自己被吃掉。别看它们只是一种昆虫，这家伙的智商可一点都不低。它们在面对捕食者的时候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它们就会迅速的从伪装的树枝上坠落在地面，然后将自己的肢臂收拢起来，躺在地上，伪装成散落的树枝，一动不动。一旦找准机会，就会偷偷溜之大吉。在全世界，竹节虫的种类多达2000多种，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大约有20多种。这种虫子主要都分布在一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竹林里，在我们国家的湖北、云南以及贵州等地均有分布。目前已知世界上最长的竹节虫是一种名为尖刺足刺竹节虫的，它们的最大体长可达60多厘米，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的竹节虫种类。对了，还有就是这种虫子可以孤雌生殖，简单点说，也就是无性繁殖。雌性竹节虫可以自行产卵，单独进行繁殖，也就是说这个家伙不需要找对象，它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后代。好，第8个，兰花螳螂。如果从没见过这个家伙，一眼看上去，相信很多人都会将它误认为是一朵花，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螳螂，属于花螳科。之所以叫兰花螳螂，是因为这种螳螂的颜色与兰花非常接近，并且它们还经常趴在兰花上伪装自己。这种兰花螳螂通常都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雨林中，它们的成年体长大约在6到7厘米，它主要就是靠捕食其他昆虫为生。有时候如果等不到猎物，它们甚至会去选择自己的同类下手，即便是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兰花螳螂也会照吃不误。还有就是它们同类相食的这种现象，从幼虫就会开始。这家伙看上去漂亮，实际上相当残忍。好，第7个，叶虫。这是一种身体酷似树叶的虫子，它与上面的竹节虫一样，同属于竹节虫科。叶虫的伪装手段足以以假乱真，即便它们就在我们眼前的树枝上，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。这个家伙与树叶的相似度几乎高达80%以上。仔细观察你会发现，即便是树叶上的叶脉，在叶虫的身上也可以看到。一眼看上去，它与普通的树叶无疑，非常相似。这种虫子趴在树叶上几乎很难被发现，除了长得像树叶，它们甚至还会模仿树叶上被虫子咬过的痕迹。更过分的是，这家伙在移动的时候也会伪装成树叶被风吹动的样子，晃晃悠悠的慢慢移动，看上去就像是被风吹动的树叶一样，伪装手段那是相当的高超。这种虫子白天一般不会活动，白天它们通常都趴在一些树叶上，伪装成树叶的样子一动不动，只有到了晚上它们才会活动。对了，还有就是它们不单只会模仿绿色的树叶，甚至是干枯的树叶，它们也会模仿的惟妙惟肖，相当厉害。好，第6个，叶尾壁虎。
这是一种外形看起来很像枯萎的树叶的一种壁虎，特别是它的尾巴与枯树叶的相似度极高，也正是因此它才被称为叶尾壁虎。这种壁虎仅分布在马达加斯加，与以上的那些一样，它也是一种伪装高手。叶尾壁虎的躯干和四肢能够紧紧地贴在树干和树枝上，它们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压扁，以减少身体的阴影，只将自己酷似树叶的尾巴抬起，伪装成树叶，以此来防止其他捕食者。它们在进行伪装的时候，身体也可以像变色龙那样变换颜色，从而可以使自己适应更多的环境。这种壁虎属于夜行性，白天通常都趴在树枝上，到了晚上才会活动觅食。对了，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在当地被称为恶魔叶尾壁虎。之所以在它的名字前加一个恶魔的词眼，是因为这种壁虎的头顶上有2个角，并且它们还拥有一双红色的大眼睛，乍一看上去外形有些可怕，当地人有点怕这种壁虎的外表，所以就给它附上了一个恶魔的称号。好，第5个豆丁海马，也叫侏儒海马。乍一看上去，相信各位领导很难发现它们在哪里。其实黑土同各位领导一样，也没有发现。这个家伙对于我们来说，他们几乎做到了隐形的状态。如果他们不想让我们发现，那么我们几乎是很难找到他们的。豆丁海马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海马，它的身长大约也就在1厘米左右，非常短小。人们首次发现这个小家伙是在1969年，并且发现过程还是人们为了研究一种海扇珊瑚才偶然发现它的。豆丁海马经常藏身在各种不同的珊瑚上，它们的体色有红色、灰色、黄色和白色，它们的身体颜色会随着周围的环境而产生拟态，随时变化。这个小家伙的身上还长有肉瘤状的凸起物，正好可以完美匹配珊瑚上的凸起物。它们攀附在珊瑚上，很难让人分辨出来，伪装得非常完美。如果不是人们为了研究珊瑚偶然发现它们，可能至今我们都不能发现这种小海马的存在。好，第4个比目鱼。这种鱼是一种底栖鱼类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海洋底部。比目鱼这个家伙远看上去其实并没有很奇特，但如果各位领导近距离观察，就会发现这个家伙很丑。之所以说它丑，是因为比目鱼的2只眼睛长在它们面部的一侧，也就是2双眼睛都长在同一侧朝上的脸上，而且身体扁平，眼睛向外突出，看上去那家伙相当别扭。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它们这种眼睛长在同一侧脸上的独特构造，其实并不是刚开始就有的。幼年的比目鱼与其他鱼类一样，头部2侧各有1只眼睛，然而随着它们长大成熟，另一只眼睛就会慢慢的迁移到身体的另一侧，嘴巴也会随着眼睛的移位逐渐变得扭曲，从而变成现在这副模样。成年后的比目鱼只能永久性的单侧躺在海底，看上去就像在地上趴着一样。不过这种独特的身体构造也为它们的生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比目鱼在捕食猎物的时候，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完美的隐藏在沙子底下，只露出2只眼睛去观察猎物的动向。一旦有猎物靠近，它们就会迅速从沙子中跃起，猛地向猎物发起攻击。难以想象被这种比目鱼袭击的猎物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。好，第3个尊海鞘。第一眼看上去，这种生物就像是一个透明状的玩具，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生活在北极海域的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。尊海鞘的身体几乎完全透明，它们通常都活动在靠近南极大陆比较寒冷的海域。透明状的身体是尊海鞘天然的隐形衣，因为在水里，透明状的身体就是最完美的伪装，这可以使它们避免很多捕食者的袭击。尊海鞘的体型并不大，身长通常也就在10厘米左右。它们在水中移动的时候，并不是靠游泳，而是利用喷射推进的方法前进，也就是通过收缩自己的身体，形成一个抽水的过程，从而起到向外喷射的推力。在吸水的同时，它们还可以将水中的浮游生物通过自己的身体过滤下来，然后吃掉。这种罕见的生物，即便是我们刻意的去寻找，用肉眼也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。好，第2个圆黄掌洲鹅。如果你从未见过这个物种，第一眼看上去，你可能会认为它只是一小节断掉的树枝，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飞蛾。这是一种体型相对较大的蛾，它们的双翅展开可达6厘米，它们的前翅呈灰色，顶端有一大块突出的浅黄色斑块，翅膀尾部呈乳白色，所以在它们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，看上去就像一根折断的树枝。这个家伙广泛分布在欧洲、亚洲到东西伯利亚，在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以及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湖北等地也均有分布。圆黄掌洲鹅的这种特殊外观可以帮助它们躲避很多天敌，在遇到危险时，它们只需一动不动地趴在树枝上，就可以实现完美的伪装。还有就是圆黄掌洲鹅也属于夜行性动物，白天通常都停留在树上一动不动，到了晚上才开始活动。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其实是一种害虫，圆黄掌洲鹅主要以各种树木和灌木为食，它们会将自己的卵产在植物的叶子上，这些幼虫啃食树叶的能力很强，很影响树木的生长，并且由于它们自身出色的伪装能力，使得很多鸟类或者其他捕食害虫为食的动物很难发现它们。当然，这一点也恰好能够凸显出圆黄掌洲鹅的伪装能力有多出色。
好，第一个，枯叶蛱蝶，这是一种蛱蝶科动物，它们几乎不需要去刻意的伪装，只需将自己的翅膀折叠起来，就会变成一个枯叶。它们如果落在枯叶堆里，我们几乎是不太可能轻易发现它们的，因为这个家伙与枯叶太像了，就连它们身上的小黑斑点，看上去也与干枯或者溃烂的枯叶非常接近。当它的翅膀合上时，即便它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，我们可能也不会发现它。不过当它们将翅膀展开的时候，还是相当漂亮的，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它们那掺杂着蓝色与其他颜色的翅膀会显得格外漂亮。这种枯叶蛱蝶大多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，通常都栖息在一些潮湿的阔叶林中。它们主要是以一些腐烂的水果或者动物的粪便为食，是一种典型的食腐蝶类动物。它们的天敌主要就是鸟类。每当危险来临，枯叶蛱蝶就会迅速地进行不规律的飞行，然后找准时机，将自己的翅膀闭合，掉入树叶中，并形成一个固定的姿势，一动不动，将自己伪装起来，以此来躲避天敌的追杀。对了，还有就是这种蝴蝶在我们国家非常罕见，虽然它们的地理分布广泛，但由于该物种的栖息地碎片化以及各种人为的原因，导致它们的数量种群正在急剧下降。也就是说，这种蝴蝶除了伪装的让我们不容易发现，它们的数量也很稀少，这就代表想要亲眼遇到它们是相当困难的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，谢谢。